关系的本质是流动的，爱在不同的阶段，它是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的。很多女人会觉得有落差的原因，是因为没有弄明白自己的感情到底处在一个什么阶段。在不同的阶段下，男人和女人的心理是完全不同的。第一个阶段，热恋期，基本上是0到3个月的时间。在热恋期的时候，两个人不管干嘛都喜欢黏在一起，恨不得24小时都打电话，分享欲都会特别强。在这个阶段下，不管男女都会带滤镜，两个人都会特别注重情绪价值。为什么很多女人谈恋爱她超不过3个月？就是因为太美好了，她觉得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，害怕这种感情呢消逝得太快。因为在她的潜意识里面，她会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，所以她就会去试探，去寻找一个确定性的答案。第二个阶段，反依赖期，是3到6个月的时间。落差最大的就是在这一个阶段，因为一个男生在追求你，或者说在热恋期的时候，他都是会非常主动、非常热情的。他对你是有情绪上，甚至于生理上的依赖的，他对你是一个绝对关注的状态。但一旦过了3个月之后，你会发现男人不再会把你当成生活的全部，当成生活的重心，他会想要有自己的时间、自己的空间，想要有自己的生活。比如说他会想要跟朋友去踢球，在一起去聚会，都不愿意再去陪你看电影，陪你逛街。比如以前他工作忙的时候，他都会抽时间来回复你的消息，但现在可能工作忙起来几个小时不回你的消息。这种落差会让你感觉到男人不爱你了，你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不安，所以你会开始患得患失，导致从他依赖你变成了你很依赖他。其实本质上不是男人不爱你了，而是相处模式发生了变化，他只是回到了自己原本的生活轨迹而已。在这个阶段之下崩盘，基本上都是因为患得患失带来的情绪不稳定，然后变成了一种控制欲，你压缩了他的生活。所以如果想要去度过这样的一个阶段，去延续我们的新鲜感，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比他提前进入到反依赖阶段，你提前去进入自己的生活轨迹当中去。第3个阶段，怀疑，基本上是1年到1年半。这个阶段男人会把所有的重心放在自己的事业上，感情会逐渐稳定，进入到一种平淡期。你知道这个时候男人心里是怎么想的吗？你搞你的，少沟通，别吵架，我们相安无事的处着，活着就好。所以他会开始疏忽，开始懈怠。比如说节日不再送礼物啦，什么仪式感啊、惊喜啊、浪漫啊都没有了。这个时候女人就会开始怀疑他是不是不爱了，是不是真的得到了之后，习惯了之后就变了，就心安理得了，感觉自己的存在感变弱了，然后就开始作，开始变得敏感，喜欢去挑一些细节。所以男人就会觉得特别无语，觉得你性情大变，觉得你神经质，喜欢瞎折腾，你越吵他就越逃避。其实在这个阶段是爱情最大的转折点。如果把爱情比喻成一场接力赛，那么在这个阶段之下，女人是一定要接过接力棒的，一定要去主导这一段感情。想要度过这样的一个平淡期，女人是一定要教会男人怎么爱自己的，一定要学会主动的去创造浪漫和仪式感，去唤醒这个男人恋爱的体验。我有一个学员，她跟她男朋友在1年纪念日的时候，我让她送了365朵玫瑰送到这个男人的办公室，把这男人感动的不要不要的。他说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收到一个女人送这么多花，然后之后对我那学员可好了。第4个阶段，共生，基本上就是2年半以上，甚至于是婚姻。如果在这个阶段之下没有去改变自己的认知，我们是跨不过这个坎的。要不然就变成了女人在这段感情当中的自我牺牲，要不然就是搭伙过日子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在这个阶段之下，女人会把关系当成是共生关系，就是把2个独立的灵魂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，把它糅合在了一起。你的价值，你的自我认同感，你的课题，全部把它绑定在这个男人身上，从个体意识变成了一种家庭意识。比如说你以前是一个满身斗志的事业女性，但现在你想算了，他能挣钱，他能把钱作用于我，作用于这个家庭身上也可以。以前你可能会有自己个人的生活，可能跟闺蜜聚餐啦，可能跟同事聚会啦等等，但现在不管干嘛你都想要捎着他，都希望他能够陪着你一起。以前你遇到什么问题，什么样的情绪，你可能都会想办法自己先去解决，现在你全部都希望他能够理解你，他来帮你解决，那是他的责任。我们会把这样的一种状态误以为是一种信任，但其实是一种寄养。所以在这个阶段之下，
想让关系长久，我们真的要做的是分离，把一个人分离成2个独立的灵魂，重新去找回属于自己的课题，你的事业，你的内在力量，把你自己应该独立去解决的问题全部拿回到自己的身上，拿回自己的主体性。在这个阶段之下，个人的生命状态才是维系这一段关系最重要的东西。所以爱情它不是永动机，不是我一开始爱你我就会一直爱你。所有曾经的爱到慢慢变到不爱，一定是相处模式出现了问题。我们需要去学习和了解更多关系的本质，去找到我们真正问题的所在，去找到一种对的相处模式。因为爱情它就是一次又一次重复爱上同一个人。